大家好，我是雅狗消息。那这次我们要开箱的车子叫做 Mono8。其实我们在南港展览馆的时候有放过给大家看了哈，那台是蓝色的。那我们今天来开箱的这台呢，它是特别的颜色哈 ，Mono8。哦，你有没有看到这台车的颜色？这是灰色嘛？这是灰色，错，紫色。啊，灰色还是紫色？啊，然后我们上面看的话，也是有点灰色、紫色的渐变效果，有没有？特殊的涂层哦，很特殊的涂层，对不对？这个车在放在我们展间，只有新竹店有展，都是接这个颜色的单。啊，很特别。然后新竹店是放蓝色，都接这个颜色的单。我们现在这个颜色单也快没了，车子还没有到，可是我们有在追加啦，好，有在追加，我们就怕车子来的不够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轮胎，啊，550跟这台车的轮胎大小，你会发现这两台都是20寸的轮胎哦，对，都是一样的。但是你有发现它的轮胎的胎宽的关系？这个是适合越野，但是这个是适合都会型代步的，所以整体的车子的大小台，你可以大概看一下，因为车身比例的关系，大小台就差蛮多的。有，它比较小，它比较短，比较短，比较小台，哦，车身比例比较小。原本它是做36伏的，现在直接做48伏的给各位，好，48伏。然后马达它没有办法达到600瓦。可是呢，这颗马达也有达到400瓦，起步动力一点都不输550，因为一样都是48伏的，所以起步动力完全不输550。两台车的上坡都是差不多的，不会因为它车子的马达比较小，它的上坡力度会比较弱，并不会。好，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颜色跟电机马达之外呢，电池的部分在这里。好，电池的话，我们这上锁很简单，扣下去之后，这个就推不开、搬不开来了。好，我们有附钥匙，把它解锁。靠，听到了哦。好，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这边往前推，往外搬，有没有？往前推，往外搬，电池就出来了。啊，但是电池出来的情况下，你要注意一个点。然后，当然你要卸的时候转一下，拔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拔下来之后呢，电池就可以直接抽起来。好。啊，电池就可以直接抽起来，还蛮长的呢，啊，所以我们去那个饭店，你就可以这样带着一支这样子，啊，好吧？然后充电呢？充电的部分哈，充电孔在这里。好，那等一下这边还有一个电源线，等一下我们隐藏式的电源线，等一下我们来开机的时候再来用给大家看。好，扣上去之后上锁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。48伏10A， 所以它是480瓦小时。现在我们来看开机的部分哈，有没有？这个接线孔一定要接上去，这个不用转，但是你要直接压下去就可以了。开机的时候它有一个隐藏的开关在坐垫下方，这边有颗按键，看得到吗？有。好，按一下，好，按一下。开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开电源键。那这台车没有做遥控器，不是我们不做，是因为车子体积比较小，控制器在这边，实在是塞不下，没有空间，没有，真的没空间了。那我们为了要做轻量化，就是只能这样子。然后这边开机之后呢，这边有油门，它是力矩版的车子，啊，你只要看力矩版的车，我们油门都是坐在左边，它不做油门的，没有做这边的油门。好，力矩版都在做这边，然后这边呢，电源键的话，这边是总公里数、单次公里数，好，按电源开关，总公里数跟单次公里数切换。好，那加跟减一样哈，这边看到1档、2档、3档、4档、5档，5档最快，好，1档最慢，我们去吹油看看。37。啊，空吹油就37了。对，等一下我们实际骑看它是能不能到37。好，那这就是油门的部分。那我刚才讲的力矩版的意思就是说，
它的车就跟我们的Golf X。Golf X 是我们现在兰克雷斯客人都觉得它很好骑的一台车，它只要轻轻一踩，有没有？它只要这样子轻轻一带，电就带出来了、哦。你再一次哦，好，先让它停一下，电就出来了。好，它电来得很快，比较不会去做到踩空档的感觉。好，你踩多少力，它就给你多少的电。好，这比较明显，就是你踩它的感受会比 G50还要好，因为 G50应该一踩它电力带的很多，可是你后面踩的都是空的。好，这个如果有骑乘过的，你大概就知道，尤其是在斜坡，当你斜坡，你的反应要很及时的踩下去，电要马上带出来，不然会往后滑。对，不然会往后滑。所以你在上坡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电会带的会比较及时，而且是顺的，不是会有爆冲感的。好，我们刚才讲到5个档嘛，那还有一个零档，零档就是纯脚踩。好，零档就是纯脚踩，它没有电，就完全没电，完全没电。变速的部分哦，G550S 是给7段变速，这个是9段。哦，这里就有写了9段的变速。哦，对于你上坡或者是在平路骑，它都有很有效的帮助。好，可是它这边没有刻度标记，没有刻度标志，就感受，靠自己感受。其实看刻度也不准啊，我们一般都骑乘感受比较重要。你的脚会不会摔，你就自己去做大档嘛。看这个干嘛？也是 Shimano 的。对 ，Shimano 的，好，这个等级会比较高一点。这边是升，这边是降，这边是升，这边是降。好，就靠这两只。然后小车，但是我们一点都不马虎哦，一样配到油煞。啊，一般小车都配线煞。这油煞是Shimano，也是Shimano的。然后我们这边操作哈，开灯、长压加就是大灯。哦，有灯。长压，大灯，小颗的，小颗的。有后面尾灯吗？尾灯哈，嘿，尾灯照给，尾灯照给，但是没有方向灯功能。这就是液晶，它的操作就比较简单，变速器、液晶、油门。好，以前那 G50几乎上面都满的，满的，哦，给你满载而归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刹车，好，油刹，然后小车一般都配线刹啦。你看这还是给你们配到160的油刹吧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160的油刹，那这个是干嘛？这个是磁铁，我们折叠的时候的磁铁。好，那这个是双活塞的。对，双活塞油刹。好，后面的话也是双活塞油刹。好，这个就是磁铁，等一下我们折叠的时候再跟大家讲那个部分。前轮是快拆的，前轮快拆，如果收着上的空间不够的话，它还可以快拆前轮。好，前轮是可以快拆的。然后龙头把手这边不能调高低，它只能这个搬开来之后呢，调上下。就是你要调角度，调好之后你就把它扣起来。OK，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台车，因为它的把手不能调高低，所以它的线可以直接坐在杆子里面。好，前面就很干净、很整洁。那550的话就会，因为它为了要做高低调把嘛，它要预留拉伸的空间，所以它线必须得坐在外面。好，但是这个就看起来很干净。这边的部分呢，也是把线收在车身里面，你都看不到任何的线。我看得到啦，但是不多，不多。那这边也很贴心，因为这里面已经不是电池了，这可以做什么自杯架？可以做自杯架的那个锁孔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折叠的部分。我们看一下这边，我们把车身翻过来了，这个往外搬。这边有个压的，有没有？压上去往外搬。再一次啊，它不是直接搬了就开哈，它会有一个安全扣。你直接搬，如果勾到东西，就车子就翻了。往下压，再往外搬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就是车身折叠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先折车身。折过来之后，这好折多了，这很轻啊。折叠完之后，我们刚才看到这边有一个磁吸的，这边也是磁吸的放上去之后就吸住了。它就不会开了。对，应该这个还可以再调整嘛，应该可以再调高一点点。它有一个阻力，会直接吸住。会很难搬开吗？一点点而已，还好。
好一点点而已，我觉得还好。然后龙头把的部分呢，这边一样勾起来，往外推就下来了。好，它的扣具跟 Golf X 也一样，跟 Golf X 一样，这个现在都新的都是做这种的，扣具会比较扎实一点。你看扣的是这样，这个一定要打开一点。靠，啊，这完全没有，不像有些滑板车这样扣上去都会有间隙嘛，这个是不会的，像这种扣具是不会有什么间隙的，不会摇晃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踏板也是折叠的，压着压，然后折，搬开来直接搬，然后压折。其实拉开的时候，它还是会有一点点阻力在啊，有阻力是好事。这扣回去就直接压着，压下去就好了，很简单哈，扣回去就这样，这个直接搬开来。好，整车呢，它大概才19公斤，好，19公斤，550跟这台的话，大概差了8、9公斤，8、9公斤轻很多很多。好，这你要抬上车就会比较轻松一点，折起来体积也会比较小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坐管的高度可以适合多高的人骑？好，调到这么矮，这有比550矮吗？我调到最矮了嘛。我们量一下它的坐高度。我们看一下那个量开，你看一下，看得出来高度有差吧？有，看得出来，高度差蛮多的吧？你550往前牵就看得出来了。这样子啊，对，差很多哈。对，好，我们看一下550的高度，它大概是多少？我们调到最高的地方吧。78，好，78。我们这台车好像身高在155左右就可以骑了，就可以骑。好，那你如果说这个车子刚才是278，那来看这一台71啊，71啊，好，这个应该连小学生都可以骑吧？这车这么矮，我调这么矮，脚不好踩啊。看身高嘛，如果说身高，我们刚才讲两台车的高度差了8公分嘛。对。好，156，这等于148以上的人都可以骑。对吧？好，148以上的人都可以骑，所以针对那个个子比较娇小的，其实这个还蛮好上手的。好，但是把手的部分呢，因为它的线藏在里面，所以它的高低是不可以调的。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东西，小车很多都是没有避震，但是这台车前后都有避震。好，你看一下，避震器这边也有。前面呢看起来也是没有，但是它有一个短冲层的避震，看得出来吗？有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小避震，好，前后其实都有。好，有。那这颗电池呢，它是10安时，所以我们的续航大概是在50左右。好，我们不讲官方数据，官方数据就跟你讲天花乱坠。好，我们实际骑的话，应该可以抓在50左右，实际续航电伏。OK， 好，我们可能会再开发一个后架的电池座，然后这边再去架一个电池，来去接这个管，接这边。就2种电池的抽换方式。这是有2种方式，一个是座管，一个是这个。这个我们还在开发中啊，目前有在拟定。增加它的续航，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小车来讲，它要求的不是在续航，你要续航长还是以大车舒适为主，小车它求的是方便、轻便好带。例如说你在露营区，你不可能我到露营区，然后去外面骑个60几公里回来，不太可能。你应该就是附近的10几20公里的使用量。对。那如果说你要从家里出去，我会挑大台车，因为大台车毕竟它的舒适性一定会比小车还来得更好。而且加电池它也会比较重。对，那它相对就重，这个就是轻，轻巧方便好带。对，再来就是它的跨度也比较低一点点，跨度也比较低一点点，比较好跨，后面跨或者前面跨都可以，对吧？也跨度会比较低一点点。这还可以载人吗？
基本上它不好载人，因为它的这个后货架的位置还是比 G550还要再矮，所以它坐的位置会比较低，然后你脚会丢在这里，有没有？是的，你会丢在这边，会不好后面坐的人会不舒服。对，那这边可以载重到25啦，其实我觉得限制大概会在40左右啦。好，大概就是载一个女朋友可以，好，短程代步可以。那你要说你要长程载人，你不刚好不弄大台的，你既然要载人的话，对吧？那既然这台车是小车，我们来去试骑一下，看看它动力如何，还有时速最快，还有骑乘的感受，好吧？我们现在就出发了。